爱的味道留在相遇的那天，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？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，许多少缘才没与你错过。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，我只想紧紧拥抱你，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，就算没有放手，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。命运牵爱的记忆带不走，我只愿陪在你左右。这个阳台呢，是整间房间最棒的地方，你每天都可以在你最喜欢的阳光里醒过来。过来啊！现在介绍整个房子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阳台啊！你看看这个方位刚刚好，每天都可以被阳光叫醒，每天沐浴在阳光当中，是不是想起都很开心？这边是厨房和客厅，我又不是瞎子。这里是浴室，里面的沐浴用品你随便用。这是我房间，这一间就是书房，你委屈一下就住这一间吧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高姐来了。哎，林小姐，有客人呐？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左在俊，我大学同学，这是高姐。啊，高姐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又是大学同学。之前妙妙的爹地也是大学同学哈。我是妹妹的老爸。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是妹妹的老爸。林小姐，之前那位先生是妙妙的爹地，但不是先生。那这位是妙妙的老爸，应该是先生了吧？不是，不是先生。那这个行李是？从今以后呢，左先生就搬过来一起住了。哦，他是老爸，又不是先生，他准备搬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。那我知道了，林小姐，你是要试婚呐？不是试婚，我们是室友。室友？对。哦，哎，我懂了，就是不住在同一个房间，但是住在同一个房子，对吧？对。高姐，你去做饭吧。哎，好。我带妙妙回来啦！太好了，我们家妙妙终于回来了。外套脱掉吧。来，今天我请高姐多做了一些炒菜。妙妙，你先去洗手吧，然后我们就开饭喽。走，妙妙去洗手。给你带你去洗手喽。
做一个好妈妈条件之一，就是会做孩子喜欢吃的菜。毕竟妈妈做的跟阿姨做的还是有分别的。我知道了，我正在学习啊。还有，既然我已经搬来了，就别老是麻烦高阿姨了。以后只要我一有空，我就会去妹妹下课，晚上我们轮着来做吧。只要家人能做的事情，就不用老去麻烦别人，好吧？家人啊，我是说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人。我知道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会配合的。行来，了，妹妹吃饭吧。嗯，我们水也洗干净了。妙妙饿不饿啊？还是赶紧吃吧。哎呀，妹妹吃这个会不会辣呀？来，多吃点啊。郑磊，今天在军搬过来，感觉我们3剑客又重聚了。而且啊，还多了个妙妙，真幸福。某个剑客还觉得自己是老大，一点都没变。在军啊，他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他训你那些话都是装的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吧，其实他还是有变化的。我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他总是吊儿郎当的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可是他现在对妙妙的事情却很认真，要求都一丝不苟。拜托，8年过去了，我和在俊啊，已经当了妙妙8年的爹地。这8年啊，真的，再吊儿郎当的人也会成熟起来的。人生的际遇，还真是会把人逼得不得不长大。是啊，你看你，不是都会煎荷包蛋了吗？哎，怎么这句话听着感觉会嘲笑我？没有，丝毫没有啊。在俊，你要不要过来一起聊天啊？过来吧。装。宿舍干嘛？又没有地方坐。那不是可以做吗？有地方啊，我看你愿意站着。在俊，我谢谢你搬过来住，今晚特别有意义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3个人又重聚了。还有我呢。先告诉你们啊，此时此刻我非常幸福。来，我跟你们2个说啊，关于妹妹的教育问题呢，我要定上一些新的规矩。以后，在这个家里面，谁都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我哪有说你坏话啊？是谁说我说话是装的啊？又是谁说我喜欢装老大的？我是说那是你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哎，我也可以增加一条啊，不要在背后偷听别人说话。如果偷听别人说话，晚上尿床。干嘛？尿床？如果我不偷听，我怎么知道你们说我坏话？谁说你坏话？不管，就尿床。小萌，我就先走了。在俊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把它当做 VIP 一样的招待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赶紧走吧，拜拜。咦。我去看一下妙妙。妙妙已经睡了。我去整理行李。
藏到心底，即便是伤痛不已，假装梦还没醒，你从来会觉醒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欢迎朱姐。晚安。我多想按下暂停，那些错失过的风景，等到爱的再次光临，换种身份为你放映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怎么我才等到你？我们漏掉的时光，如何加倍弥补遗憾？相爱恨晚不算晚，只要你未走散，爱还有机会能圆满。相爱恨晚不算晚。老爸，起床了，老爸。哎呦，老爸起床很晚了啦，快点。来啊！你怎么睡那么晚啊？昨天没有睡好哦。谁说我昨天睡不好啊？我就是睡太好，所以就不愿意起床嘛，明不明白？好啦，快点来吃早餐。快点啦！快点。不行。怎么了？你给我帮忙啊？我哪好意思让你帮忙啊？瑞淼，带着爸爸熟悉一下家里的环境。那我们去阳台看植物吧。你快去吧。老爸，你看呢？这是长寿花，可是因为阿姨没有照顾好，所以快死掉。这些都是 Daddy 带来的哦。是吗？哎，不要喷太多啦，你要一点一点喷，不然它会死掉。这也是Daddy教你的。对啊。
哟，这么巧？对啊，我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有个朋友啊，想去垦丁玩，想找你跟左先生咨询一下，他在吗？他搬走了。啊？你们闹翻了？嗨，什么闹翻了？他搬去啊，跟我女儿一起住了。哦，那这样呢，妙妙就有爸了，也有妈了。哎，你朋友要去垦丁啊，我强烈推荐他住在在郡这个民宿里，特别棒。那太好了，那你先帮我跟左先生说一声，回头啊，我再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帮忙。没问题啊。那个你们几个人？她跟她男朋友啊要逃亲到垦丁去。逃亲？逃亲是个什么鬼？临结婚前呢，打消主意就叫逃婚；临相亲前啊，决定搅黄就叫逃亲。哦，逃亲到垦丁，压力好大。对啊，她都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可她父母又不同意，非得逼着她相亲，天天被逼婚，哎，真是可怜。哎呀，理解，特别理解。怎么，你也被逼婚啊？没有，行，这事儿我记下了啊，找我啊。好，谢了啊。来，妙妙给。是 Daddy， 我去开门。你去吧。Daddy， 妙妙，早安！哇，穿上校服好漂亮！来，在干什么呢？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对呀，哇，都吃上了。对啊。别，吃我的啊！我买了特别多。买这么多。油条、豆浆、豆腐脑。我这是标准的中式早餐，你是西式。我看，哎，我要吃个这个。看上去你第一天搬过来，过得还不错嘛。我个小孩子担心什么？有没有太想我呀？昨天晚上有没有失眠啊？他早上还赖床呢。还赖床？哎，是不是因为太想我？那是因为我照顾得好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个喵喵的那个蛋啊，煎得还挺妙啊。没错啊，这就是妙妙专属的荷包蛋。虽然你笔记上没写，可是我学到了。妙妙就喜欢吃不完美的荷包蛋，对吧？原来是有武林高手传递武林秘籍，怪不得。妹妹啊，赶紧吃，吃了抓紧时间。我带你去阳台上浇浇花，然后弟弟再送你去学校。不用啦，我刚刚跟老爸教过了。Daddy，我会跟老爸照顾那些花，你以后不一定要每次都跑过来浇花。是啊，郑磊，你平时也挺忙的，你不用每天都过来照顾花草，太辛苦了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妹妹啊，那个没有赶紧吃啊，一会儿送你上学，好吧？那小文，我送你上班。好。好。赵小磊，谢谢你啊！在郡搬过来，对妙妙绝对是好的影响。没错。不过提醒你啊，你的心态呢一定要摆正。
我可以预见还有很多困难等待着你。但是同时呢，你要相信，你虽然是从零开始，但是有我和在俊在，不断的帮助你的话，我相信你和妙妙会一天比一天好。我知道，你都这么用心帮我了，在俊也搬过来了，现在一切都很顺利，我要更努力才行。今天啊，咱们区块只有你能笑得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希冀公司说给的项目立体图到现在还没有给，我肯定会被念啊。还有龙泰的案子 ，Brian 跟孙副总都进去很长时间了，到现在都没出来。虽然那个项目我没有参与，但是我知道肯定很棘手。哎呀，别头疼了。小毛，陶总请你进去里面开会。哦。当前的几个项目当中，龙泰的度假酒店是重中之重，所以你们不仅要做到尽力而为，更是要全力以赴。龙泰集团是上海顶尖的投资集团，所以呢，我们为他们设计的酒店也必须是顶级的。Rebecca、Wilson 还有 Brian， 你们的设计方案我看过了，大体上还可以，但是没有能够体现咱们奥斯顿一直以来的优势，还要再修改。进来。我请小萌一起参加我们的头脑风暴，你帮着出出主意啊，坐。刚才我们讲到顶尖、顶级，要追求极致、奢华，希望各位在设计上、想象上不要受限。我们可以首先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。副总，这份文件需要您看一下。啊，放这儿吧，晚点再看。副总的办公室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！什么时候学会看风水了？不是，您看这么多的建案，这可是藏着大半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呀，这可都是宝藏。副总真是辛苦了。哎，我记得上周好像 Rebecca 把新亚商城的设计方案给过我，对吗？我记得我放在 A 区了。不对，不是 A 区，在 D 区找找吧。哎，找到了。副总真是好脑力，这么多的文件，您都可以清楚地记得哪一份放在哪儿。帮我泡杯咖啡吧。好，是。啊，多吃点青花菜啊。还有啊，这个鱼啊，看它肉很多，其实啊，它的刺也更多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呢，小心点啊，看清楚。他今天都不能讲话，就是被鱼骨头刺到。啊，真的啊，那就更小心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今天体育课的时候啊，跟毛豆打羽毛球，他都一直乱打，害我一直跑来跑去，累死。那么惨，好吧，那吃点鸡蛋吧，啊，补充一下能量，好吧？赶紧吃啊。来。我们今天学什么呢？今天有上数学课。左先生，我来，给我。高姐，谢谢你这么照顾妙妙。不客气。哎呀，你和郑先生都好疼爱妙妙啊。当然了。哎，你和宁小姐是大学同学吧？是。郑先生和宁小姐也是大学同学。哎呀，郑先生没搬来，你却搬来了。哎呀，郑先生可以住在郑先生家疼爱妙妙，你也可以住在郑先生家疼爱妙妙，可是你却选择搬来宁小姐家疼爱妙妙，那你肯定不光是来疼爱妙妙的，还是来疼爱宁小姐的，对吧？
呀，要紧张你先忙啊，我那个什么。好，我先忙，我先忙。迟到了！出什么发？抢劫呀，帮主！谁那么胆大敢抢劫啊？抢劫人家呀！我知道了，出发！没有，我不会再为这个男人心疼。哼，骗我！想啊，真的，我不信你会一剑杀了他。在看电视啊？一定要把他杀了。是。杀？妹妹睡了吗？你不想找唐是。僧了？杀你！那你看吧。贱人！我早知道你那臭猴子余情未了，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猴子，你敢骂我？我就骂你怎么样？你别以为躲在里面很安全，今天是15月圆之夜，到时候他尸变你死得难看。我靠，我是吓大的。什么？大王，这里有几千个山，山洞又多，不知道哪个才是盘丝洞的入口啊！是吗？比我身上的牛尸还多，给我找！好看吗？还行。哦，你要看什么，自己调吧。我不看，我看你看的就好了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快点，睡觉了啊。才9点半，你不是夜猫子吗？
再见啊！肯定不自由不习惯喽。高姐，哎，林小姐，回来了。哎，要吃晚饭吗？不吃了。태俊呢？啊，左先生啊，他出去运动了。运动？嗯。你忙吧。嗯，好。Smell the roses. Life could pass you by. It's about now and then. Living for the moment. It's you and me. It's about love. 怎么还不回来？跑垦丁去了吗？算了，别干涉他生活。高姐，哎，林小姐，你回来啦？在忙啊？嗯。哎，晚饭吃了吗？啊，我吃过了。啊。妙妙啊，已经睡了。左先生陪妙妙吃完饭、写完作业，就出去做运动了。又去运动？他说了，今天啊，除了运动之外，他还要画画呢。画画？天都黑了，他画什么呀？肯定是画夜景喽。
喂，左在俊先生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去？你是打算住在我的办公室吗？干嘛呢？我也没妨碍你，你不用管我啊。你是没有妨碍我呀，但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猜测你是不愿意回去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啊？什么难伺候啊？你说我难伺候吗？对啊。这干嘛呢？人家想你，不要看看你了吗？赶人家走。你天天想我，也没有见你天天来看我呀。你呀，你搞清楚啊，你搬过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陪妙妙，这个重点你要抓清楚，其他都好解决啊。知道妹妹是重点，但妹妹很早睡了。那她睡了，我又没什么事了呀。那屋里就剩我跟那谁呢？你就你都这么多年了还那我跟那谁也经常单独在一起，我也没别扭啊。你这心态不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调整你心态。不是不一样啊，你也没有试过跟她睡在同一个屋里，是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走啊，不妨碍你啊，郑老板，是吧？我可没赶你走啊。生意兴隆啊，我知道，我自己走的。喂，小毛。郑小磊，左在军是不是在你那儿啊？你怎么知道他在我这儿啊？我就说嘛，在上海除了我们两个，他又没有什么朋友，一天是去跑步，一天又是去画画，他哪有这么忙啊？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不过他应该没有那么快能到家的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在躲着我。你想啊，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中气十足的，骂我的时候又正气凛然的，反而搬进我家之后一直躲着我。我一又不吃人，二又不咬人，难道他怕我不成？说到怕，也是我怕他才对啊。我呢，就在刚才啊，我已经教育过他了，他就觉得别扭吧，所以你也理解一下他那种纠结。那你说，他是纠结我还是纠结女人啊？这个可能他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行了吧，我知道了，那我挂了啊。拜。还没睡呢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这几天
一直不见踪影，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没有。你别骗我了，你是不是特别不习惯和我住在一起啊？行吧，我理解你，因为我也不习惯和你住在一起。是，我是有点不习惯。既然大家都不习惯，那我们就不要住在一起好了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这么说啊？任何事情呢，放弃它永远是最简单的，可是不放弃它，才能显示出它的难能可贵。我承认我们两个互相都非常的不习惯住在一起，可是我为了妙妙，可以努力的把这种不习惯变成习惯。那我为了妙妙，不也尝试搬过来这里吗？我给你钥匙的时候，我说过欢迎你进来住。这个你不是左在俊，也不是一个单身的人，而是妙妙的爸爸。我能这么说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关系说清楚。从今以后，你也可以别把这里当作是宁小萌的家，你把这里当作妙妙的家，这样反而你会自在一点。那难道我当你是隐形人啊？不是啊，你就把我当成妙妙的妈妈，最好别把我当作是女人。我和郑磊一样，就是你好哥们儿、好兄弟。所以你不是女人？嗯，没错，我不是女人。你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相处起来才不会觉得别别扭扭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不是女人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主题。什么主题？刚才我们两个确立了彼此的关系，现在我们应该确立一下目标。做事情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。你想啊，事隔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为什么还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当室友呢？不就是让妙妙尽快适应上海的生活吗？完全正确，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所以我们应该把相处的原则说清楚。从今以后，你住在这儿，除了有关于妙妙的事情，不管是你的感情、爱情、兴趣，我都不会过问，也会不干涉。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的空间。听起来还行。我们同居的这个期间呢，你就是妙妙的爸爸，我就是妙妙的妈妈。我们可以针对妙妙教育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。呵，那就好了。我对妙妙的教育经验比你多啊，我可有意见了，你等着吧。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，背包塞满满的勇气，哦，不经意尝尽你的风景，就回不去。青春等一等就过去，谁不是写一写又爬起，只为心底那句话冒不停，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爱情像花火美丽，腾空了所有难题，手牵着你，我就不委屈。原谅我挥霍任性，用光我所有力气，甜言蜜语就活下去。爱情是不归的旅行。